我看到很没有穿衣服的人。干嘛呢？我其实很晚成熟，所以很晚才谈恋爱。我前面其实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轰轰烈烈的。当我有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全世界都是黑白的，只有它是有颜色的。这种感情会很逼人。怎么会有男生会喜欢你，女生会喜欢你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曾经怀疑过，这样我到底是要选择谁吗？男生还是女生吗？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成长过程中，曾经有一度怀疑过自己。嗨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欢迎到理科太太。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谢家健。家健，上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附近有很多酒。我应该失忆了。我记得啦，我记得。玩得很开心尽兴，然后那天开始也算是一个长大。我要告诉自己，以后在这种场合不要喝那么多酒。对，理性饮酒，吓到。其实很多人会把喝酒当成是长大的一个过程，因为毕竟饮酒是有年龄限制的嘛。对。美国21，台湾18。我第一次喝酒是27岁。27。真正的知道酒这件事情偏晚我很晚熟，因为我一直都不想长大。可是不是爱玩的人，通常就会喜欢去尝试一些东西嘛。可能我27岁前爱玩的部分不一样，一些户外的东西，出海钓鱼啊，山里奔跑啊那种，就是真的玩。对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谈酒的话题只是刚好聊到而已。有什么事情是你过去很坚信，比如说世界就是这样子在运作，或者是某个信仰是这样子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5年后、10年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那时候真的不要说错的离谱，而是可能太傻、太天真了。你刚刚讲的信仰也算，我从小就是 Christian family，所以长大之后出来社会开始接触佛教。我看有带天珠。对，就是开始身边有些人就是佛教啊，然后藏族啊什么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些都蛮有兴趣的。然后冥想啊、打坐啊这些，我开始接触这些东西，但我也不否认以前的东西是错的，因为他们毕竟根深蒂固在我的心里面，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转变。写真书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没有很多肉体嘛，对我来讲，它是比较像是一个记录的过程。对，就是成长的过程。以前我那个也有拍孕妇写真啊，就是几乎裸体的拍那个肚子。好大胆就是记录那个过程。你也是很大胆啊，你是出写真书我没有漏的哦。我们要给人家看啊。我相信每个人这辈子的人生中会有些你很想要记录下来的东西，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做某些事情的经验，就是你有什么觉得过了这一关，你突然觉得我长大了不少，它可能是一个 expression， 可能是某个难关，或者是谈恋爱算吧。算了，如果你愿意讲的话。不要说谈恋爱好了，说我长大，就是我在一个乡下长大，我拼命的考试，我知道我一定要考就是 Grade 1、Grade A 我才可以报名大学，逃离这个地方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乡下我住的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，因为我从小爸妈离婚了嘛，然后把我丢给爷爷奶奶照顾，所以这个小地方对我来说，我一直都没有很开心的一个回忆，算是成长的。算啊，就是知道你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因此而努力。对，因此而努力。我知道说我只要把功课做好，然后我一定可以离开这个地方。我凌晨就拿着背包买了机票就飞了。有些事情让你真的花时间努力去做成功了，对自己也会有肯定。在接下来对于你做其他未来的事情，你也会比较有信心。我之前有试过成功过一次，那下一次我愿意再尝试看看。逃离吗？也不一定是逃离啦。下一个成功点就是我进演艺圈了，一直被否定，然后被我家人说不行，这样。但是我一直要证明我自己是可以的，我还是再一次证明给他看。被否定的时候，你是怎么鼓励自己的？还是你是属于那种人家越说你不行，你就越要做给人家看？我记不得，人家说你不能喝哦，我就喝给你看。所以大家现在知道了。喝。那进演艺圈之后，
就其实一路走过来，拍的东西越来越多，涉及的东西也越来越多，回过头来你已经不是要证明自己的那个人了。那你觉得中间心态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我觉得偶尔会回去看一下以前的自己，去重新 align 一下以前的价值观，我觉得会是某种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事情。绝对是有的，因为我以前可能你说退回5年嘛，我是一个很怕没有工作的，拍完这部戏我一定要紧接下一档戏，如果没有的话我会非常焦虑，然后觉得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个东西。反而我现在退回来看，我现在很轻松，我拍完一部戏我得要好好的生活1-2个月这样子，就比较能放松下来。可是你有回去想过你当初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吗？因为我相信不是因为钱啊。我觉得是我不想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我停下来，或者被人家忘记。但现在为什么不怕了？没关系，忘记就忘记啊，我还是我。因为我发现人其实很渺小，其实我们能做到的东西真的非常的 limit， 很局限。对，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大。去思考说，如果在没有外在的压力眼光之下，本来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觉得如果有去思考这个东西的话，就突然会想通很多事。我觉得是耶，因为我以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啊，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我都非常小心。我想说，我能讲吗？我可以做吗？所以变成很别扭，整个人都很别扭，不会像现在的自己这么的开朗或豁达这样子。是最近这几年的事。其实我当 YouTuber 的年龄也不是很久，然后一开始还真的会觉得，我这样子讲别人会怎么想？到现在觉得我现在讲爱怎么想随便你。是的。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曾经也怕被遗忘，因为有时候我头脑知道，可是心里不知道。头脑会跟我说，再厉害的以前的科学家，或者是政治上很出名的人物，或者是哲学家，这些人全部都死了，最后也只剩下名字。一个人到最后生平就是被放短短的，对，最多这么几个字，所以要争什么？但是那是我之前头脑知道的，我心理上没有那么认为。我要知道，我觉得人都难逃一死，我就突然释怀了。你也是在你有阵子休息之后想通的吗？对，那阵子休息有想比较多，可是在之前是有想过，可是我不太敢继续再想下去了，就会觉得死亡好像是很负面的东西，然后明明知道有那一天，可是头脑预设的就是不会去想到。对，因为很怕接受。变老也是啊。以前看了一个科学的研究，有个大学叫一些学生过来，把他们的脸 Photoshop 到80-90岁的样子，就是很老的样子，但是还是看得出来自己。他给这些参加者先是看一张自己的现在的照片，再看一张陌生人的照片，再看一张他老了之后的照片。大家都看得出来那张照片是他老了之后因为眼神啊，就五官都还在。我们人啊，在看自己老的时候的照片，头脑有反应的区域跟你看到陌生人的照片的反应是一样的，根本认不出来你有一天会变成那个样子。你头脑对于老化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，抗拒吧。我觉得或许它有演化上的好处，就是我们不会整天坐在那边想说，我要老了之后怎么办啊，我会死。反而是头脑有某种让你就是乐观的，就觉得我就是会继续这样走下去。可是太多时候真的不是了。看自己的保养有没有到位啊。现在人越来越不容易老，而且寿命也越来越长。拉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事情，就会突然觉得跟我以前想的不一样。我以前就觉得30岁了，好像大势已定，定局了。你之后要再怎么样改变，可能没剩多少时间。没剩多少时间了。可是如果我还是能保持一样的心智跟体态，一直到年纪很大了，那我现在只是刚开始。我以前也曾经想过，我最多活50就好了，但是我现在好像只剩几年了，舍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有点舍不得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好多事情没做完。我其实很晚成熟，所以很晚才谈恋爱，大概大学才开始谈恋爱。我前面其实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非常轰轰烈烈的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是属于那种很需要爱的人。当我有这段感情的时候，我觉得全世界都是黑白的，只有它是有颜色的。这种感情会很逼人，
可是爱得很过瘾啊，爱得很过瘾啊，就是我很愿意为你付出，我生死我都可以这样子。可是这种感情真的太轰轰烈烈的，变成伤害了吧？但也因为这样子，我从中学习说谈恋爱就会看得比较开。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受伤之后的反应，还是一个成熟之后的反应？受伤之后的反应多一点吧。那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人，你还会敢真心的去跟他开始一段感情吗？我敢，但是我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去为一个人就是生死都不顾的那种。你说付出太多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不会去全力以赴的去付出。我觉得一定不是只有你这样，我觉得很多人的前一段，甚至是前好几段感情都是觉得我就是爱到了，这就是我的真爱，他要什么我都给他，然后这辈子就是他了，就没有想到以后。所以就会莫名的变成恐怖情人，或者是可能被骗啊，或者是自己受伤受很深。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拿来聊了之后，就发现你也这样，他也这样，他也这样，他也这样，就变成感情中受点伤就是一个人生必经过程嘛。对，也是我们的养分啊。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前面几段感情就好像我怎么都遇到这样子的人，然后就不敢再往前进，因为跌倒中站起来再往前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。而且爱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美的，就是敢敢去爱这样子，但不要过头。那如果你也想要就是生活中有些小调剂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家健的临界之地。怎么当初会取临界之地啊？代表说我从小到大每个状态不一样的转变嘛，开始看起来。这是一本哇，就是黑暗的，这个比较黑暗的层次，有点 confused 的层次。我看到很没有穿衣服的，好，精彩，就是大家可以干嘛啊？你里面其实最主要不是要给大家看你的身体，最主要是要看，像它里面说，我身体到底住了谁？怎么有这么多人的声音？其实是在讲想要了解自己。这个状态是，比如说在高中的时候，就怎么会有男生会喜欢你，女生会喜欢你？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曾经怀疑过，到底是要选择谁吗？男生还是女生吗？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成长过程中，曾经有一度怀疑过自己。当你遇到这些选择的时候，我承认我在这个成长过程中，我很多选择，很多人喜欢我，但我不知道怎么选择，所以我一直拖到我到大学，我才开始敢踏出一步。原来谢家健感情的挫折之一就是选择太多。我不敢乱做选择，因为我是双子座，有点选择困难症。还是因为马来西亚就是可能民风比较保守，也是，家庭管教也蛮严的。性向是流动的，没有固定你就是怎样，而且甚至还有百分比，这个8%，这个92%，这个80%，这20%，就是做自己就好。没错。今天跟家健浅谈了很多东西，比如说第一次下定决心，证明自己，感情上的事也透露一些可能觉得自己起步比较晚，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会担心，为什么我跟人家这么不一样，会觉得格格不入。可是世界上本来大家就有各自独特的特性，不管你现在在经历什么，你真的就不孤单，因为其他的人要么比你早，要么比你晚，横竖都要经历过那些事情。没错。谢谢谢家健，谢谢李克太太。那今天就这样了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在留言分享；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，请帮我订阅一下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